有点像韩国小姐姐吧？有什么建议觉得可以再更厉害、更漂亮？好专业哦！不想做眼角下子，我觉得医生是修图大师，很多以后照片给他修好了，专业哦。19层都觉得就是韩国医生跟台湾医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在问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想法了，但是医生的审美呢跟我是不是一样的？想关眼头只要开了就是很难再关，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话，眼睛我真的不太敢就是让给其他医生做。对。完全是睡着的状态，跟这样会有很晕累的。我们相处完的话，帮我开启西西字幕，我们支援各国语言，中文、English、日本語、韩国语、注解我们都有哦。我的英文跟韩文不太好，我会好好学习的，请大家不要介意哦。嗨，我现在已经到了韩国的第5医院了。这里在韩国首尔，听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然后我想要去咨询鼻子跟我的眼睛，然后真的很期待，因为大老远从台湾过来，然后听说这边的就是非常有名，就连我昨天、今天我去下午茶的朋友啦，我那朋友直接跟我说这里是2005年开的，然后我很惊讶，他连这个都知道。他说这里的医生跟整形技术都很好，而且这里标榜说就是创立这边的15年间完全没有问题。那我就觉得好，那就是我也相信朋友，然后我也觉得评价也很好，所以我决定来这边咨询看看。哦，好，现在要进去了。很多可以坐着在这边的人，哇，超壮观的！天哪，好专业哦！1楼19层都是我们医院，然后是我们属于综合的大型的韩国正形医院。其实还是有一点小紧张，太久没有来做这个手术了。现在是在体检，然后是要拍可以看到骨头的，然后给医生进行就是有骨头照片会比较精准，就是因为我毕竟以前有做过鼻子，但我现在就想要重做，所以现在就是就是要看那骨头，到时候让医生就建议说，有原本的骨头跟我后来重做骨头，然后他可以看出就是差异，然后看怎么去做这样子。Go go！往前一点点，我们站直就行，不要弯曲。再往前一点，对，这个要塞到你的耳朵里了。好，然后往前一点，对，下巴放到这台子上。我现在在韩国的第5医院，现在是在4楼，我要跟就是这边的市长也就是在台湾就是咨询师，然后还有跟医生一起，他帮我咨询我的所有的整形，然后建议要用什么。那我今天呢就想要就是咨询我的眼睛跟鼻子。那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你干嘛用啊，你根本也不需要去做。但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就是想要就是好，还要再更好。为什么不能就是更好呢？而且我真的觉得当女生真的太辛苦了，而且我之后呢也是会继续走跟比如说跟外貌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这块还是要再努力，因为毕竟比我努力的还是太多了。而且我超级喜欢在韩国的每一个人的韩国男生女生的心态，他们对于变美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要求。那我就觉得说，我曾经有低迷一段时间，那我觉得我现在就要很努力。现在这是我们医院，然后送给每一个过来面诊的客人都会有一个小礼包的，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那个韩国的一些，比如说小零食啊，然后重点是里面有一个这个是，就是贴在手机壳上面，对，然后是这样的小支架，然后是我们医院独家定制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看他送这个，这可以放在手机后面呢，好贴心哦！你们看，超多实的，还有口罩，还有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医院给每一个到的就是客人都会有一个感谢，感谢你过来，然后面诊来我们医院这样。OK， 还有这些饼干，真的是谢谢。好，这边有超多东西，超多。这边的人超级亲切的，就是我以为我来到这边，可能大家会很凶啊，或者是很冷漠啊。我一开始可能会以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没有想到啊，这边的人都很客气，然后都很亲切有礼，就是跟我们心里想的一样，就是觉得韩国人都很有礼貌。但是，如果说现在是台湾人，或者是说我会讲华语的人，都不用担心语言，因为这边有专业的就是中文可以去帮你们翻译，所以不用担心哦。 한번 보세요. 볼게요. 주름이 2줄이 보이는데 맨 위에 거를 해도 좀
너무 두꺼운 것 같고 너무 아래 거는 너무 낮은 것 같거든요. 아, 그 중간이 나을 것 같은데. 지금 근데 이 앞선이 마음에 드세요? 요거.算满意的。医生有什么建议？觉得可以再更厉害、更漂亮？ 진하게 뭐 이렇게 하는데 이 겹주름을 좀 피해가야 될 것 같다고 그렇게 하고 모고주름 좀 없앤 다음에 앞선을 보면 아예 그냥 요거가 좋다고 하셨으면 요거대로 빼고요. 因为其实我现在有化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有精神，可是其实我平常呢是有点眼睛无力，还有点 저도 뭐 눈매 교정 같이 하시고 네. 절개로 눈을 하는 게 좋겠고요. 그리고 눈매 교정 같이 하고 앞팀 하시고 对，但是我适合做圆的，还是做比较尖的？尖 눈은 어쨌든 라인을 두껍게 잡으면 약간 동그래져요. 圆的也比较像韩国小姐姐吧。想做眼角下子这样。 그리고 여기는 안 터도 될 것 같고 不用啊，但是又没有化妆哦。 이미 눈이 커서 뭐 그렇게 더 안 해도 돼요. 이렇게 내려가는 게 어떤 것 같아요? 하시면 해도 돼요. 可以。现在要讲鼻子了哦。 이게 되게 연구래요. 왜 실리콘을 안 썼어요? 那时候大家都说用自己的材质会比较好，然后不会产生排斥。可是我看很多人用假体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现在也是觉得鼻头有点不够高，对， 얼마나 올릴까요? 可以抬高多少？这样吗？ 근데 이제 본인 코가 그렇게 큰 편이 원래 아니어서 좀 삐죽해질 수 있는데 지금도 약간 삐죽한 느낌이 있고 그건 괜찮아요? 是可以，但是又希望再自然一点。好专业哦！我第一次看到这是可以直接这样置换的，太专业了吧？我觉得医生是修图大师，我觉得我以后照片都给他修好了，不要来展示。 어떤 이게? years later. OK，我现在已经自训完了。其实刚刚有点紧张，因为其实原本也是会有带着就是一些想法呢，就是去问医生，但发现觉得所有东西就是有时候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所以就会想去尝试说，还是以医生的专业为主好了。但我觉得刚刚咨询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就是医生是非常的专业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市长呢，他的翻译也是，也很有耐心，也不会让你觉得啊，你有想问的东西你也不敢问。我自己觉得就是韩国的医生跟台湾的医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医生就是会比较更多的给一些想要整形的人一点尊重，但是就是一开始也都是跟你说啊，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好，但是这边的人呢，可能因为这边的咨询的量可能就是比较多，所以他所有的事情都会直接讲重点，就是说，我觉得呢，你的这边就是有折线，可能要再深邃一点比较好，然后这样，就是他们会用自己的想法，就是跟你说，我觉得这样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然后，但是他也会，假如说这个地方已经很足够了，他会说，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再加的话，也是可以。那你觉得这样子好吗？就是刚刚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在问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想法了，但是我还是会想要问，就是医生的审美呢跟我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果真医生说了，我觉得你可以开一下眼角，这样子会让整个眼睛包住。那我也问了，就是说，那你觉得我的眼角要尖的比较好，还是圆的比较好？那他也说了圆的，就跟我心理上一样。但是有很多人想要做开眼头，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开的很不适合，然后最后他们想要关眼头，眼头只要开了就是很难要再关，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话，眼睛我真的不太敢就是乱给其他医生做，对，因为虽然双眼皮手术真的很小，它的价钱不高，但是它只要一去就做就回不去，所以这是超级超级重要的。然后对我眼睛基本是这样，但是像我鼻子的话，我这种重做嘛，那我就是一直都觉得不是很满意，就是觉得想要再更高更挺，但是就是有点难。那我觉得我看了很多这间整形的案例呢，它就是一次做了就是给你做得好，真的觉得做手术就是一次到位，不要就是分那么多次。那我真的是相信说这边的整形诊所的医生是可以给很多直接一次性的做到好。然后像我的鼻子，我是想要这样的，然后他也是把我的照片拍下来，
照片上不是还美图秀秀的那种感觉吗？就直接把我的鼻子修到说这是你要的吗？你想要是这样吗？那可是你下坠怎么样之类的，就觉得这方面好专业，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韩国这边咨询，可以感受到就是跟台湾的不同，这边的是真的蛮专业的。觉得我看到整形就是医院的院长真的还蛮帅的，又斯斯文文的，就是看起来年轻，皮肤又很白。我现在要去5号房了，面诊结束要去其他地方了。我觉得就是像韩国的话，我就是觉得他们这边就是做得很自然，我觉得这边的弧度超级重要，所以最后我还是觉得说来韩国来处理这个好了。哇，好漂亮！而且你们做这个也太用心了吧！其实很多韩国的男生都有来这边咨询，包含我的韩国男生朋友，他们都有就是整形，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是讲说，就是我做完可能会比较像这样感觉，因为我的鼻子是这样子，最后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呢，每个人的鼻子的结构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可能也没有办法说100%完全一模一样，只能说哪个会稍微更加贴近一点。头的部分，因为您的鼻子现在摸上去是很硬的，所以说您的鼻梁跟鼻头这边的话呢，院长会根据情况，有可能会给您放人工真皮进去，这样的话可能看摸上去就没有您现在这么硬。天哪，我觉得这个也太贴心了，我从来没有想过鼻子可以摸起来不硬的，因为毕竟要支撑起来。没想到这边连医院的院长都那么贴心，帮你讲说摸到这边要很软，放真皮。哇，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还是我眼睛的话是全麻醉还是半麻醉？眼睛的话呢，如果说单纯的只做眼睛的话呢，是睡眠麻醉。但是您现在有鼻子的手术的话，我们医院是进行全身麻醉的，不用张着眼睛做，就是局部麻醉这样，不用。不需要的，因为在韩国的话呢，局部麻醉如果说打在您的眼皮上，其实是很痛的。对，而且顾客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可以听到手术工具的声音的话呢，可能会有点恐惧。对，为了防止这个，就是让顾客在非常的舒适的状态下进行手术，我们都是会让顾客睡着的。对。天哪，这边完全是睡着着做的，因为其实我蛮害怕的，就是张着眼睛或者在清醒有意识的状态做这个，因为之前我是全麻，我没有做过那种就是没有就是书面麻醉跟全麻情况下做手术，所以当听到别人说完皮要半麻做局麻的时候，我其实都还蛮紧张的。不过这家医院可以躺着做，太幸福了。我考量的地方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待满7天或10天，可能回去要工作的话，觉得好像有点太久了，然后有考虑到费用问题，也有时候待10天之类的，就觉得这费用太高了，要存这边的手术钱已经很多了，还要存住宿费，而且之前就是经验就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停留。那如果说就是如果说真的要住在这边的话，你们医院有配合的吗？我们医院的话呢，首先会有2种方式。第一种的话呢，是可以住在我们医院7楼，是会有 VIP 室的。VIP 室的话，您就可以想成是外面的酒店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专门为那种家比较远的当地人，或者是海外入境的顾客，就是不太方便住到别的地方，然后呢想离医院近一点的话，可以住在我们医院。还有一个是呢，我们的外面的话呢，也有跟我们医院有合作的这种酒店，也是可以去选择的。术后管理是什么？我们医院做鼻子手术之后的术后管理的话呢，主要是第7天您拆完线之后，我们会带您去做鼻矫治管理，还有一个是消肿管理。这个的话呢，都是包含在您的费用里面，就是给您提供的一个服务。对。然后呢，鼻子手术的话，第7天的时候是这么进行。然后眼睛的话呢，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手术，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在您出院的时候会给您一个冰敷袋儿，您回去之后呢，就冰敷3天就可以。对。消肿管理的话呢，其实就是那种照光的那种，照光的那种。对，照光的话呢，我们医院的话呢是会带您去3楼，会有专门的皮肤科，会带您去做这里有皮肤科。好的，那今天的话呢，反正差不多就是给您推荐到这里啊。反正后期的话呢，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的，行，那今天就辛苦了，过来咨询，辛苦了。谢谢。好的，我们结束了，这就是我们所有过来商谈的人都会给一杯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咖啡券。真的吗？原来我们来这边他都会送我们一个咖啡券，太贴心了。重点是这个咖啡厅在整形医院里面，会不会太专业了？现在要讨论手术日期跟注意事项，让我们期待一下手术的那一天吧。谢谢收看，我是莎莎呀，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再续。